这涨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PS5 涨价 ，Xbox 涨价 ，Switch 2涨价 ，Steam Deck 涨价，一加 OPPO、vivo、小米、爱酷、荣耀、戴尔、惠普，没有一个品牌可以幸免，就连苹果也扛不住压力。6月25日刚刚宣布，现在已到了不得不开始提价的时刻。上调 iPad、Mac 的售价，最多的整整贵了$1300，连 HomePod Mini 一个智能音箱竟然也大言不惭的涨了30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切看起来不像是一次短暂的价格波动，没有一点低头的迹象，我们眼看就要进入一个漫长的大涨价时代。今天我会告诉你大涨价时代的来龙去脉，并尝试回答这涨价到底什么时候能是个头。首先，我们非常罕见的要为各个资本家们找补一下，不管是涨价还是变相减配，他们并不是集体黑了心。追根溯源，问题出在每台电子设备里都躲着的一颗小芯片，名叫颗粒。这东西一涨，全部都得跟着涨。以一台手机8+256的配置来看，8GB 内存和256GB 存储，它们的原料都是颗粒。内存的原料颗粒是 DRAM， 而存储的原料是 NAND。DRAM 尤其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名字。DRAM 内存颗粒的价格过去1年涨了3到6倍 ，NAND 存储颗粒更夸张，涨了4到7倍。涨到现在，一台 Switch 2纯硬件成本就超过$400。这么看，涨价到$500好像也没有那么穷凶极恶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跟我们一般认为的大公司等于资本，资本就能非常强硬的印象不同。在面对现在的内存厂御三家的时候，这些资本啊大公司竟然一点议价权都没有，甚至各种丧权辱国条约都能签。像 Steam 这种小厂给 Steam Machine 采购内存，连个合同都没有，每个月内存厂给个报价和库存，要买就买，不买滚蛋。即使是世界第一大厂英伟达去采购内存，好歹终于是有合同了，但竟然不能锁定价格，只能锁定价格的区间，还要预付押金，锁5年的单，5年里不买也得买。原来这个世界只有大韭菜和小韭菜之分，割了我韭菜的竟也在别处被割了韭菜啊！这让我的内心稍微平衡了一丢丢吧。当然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我相信你大概也是知道的，就是 AI。但具体来说 ，AI 是怎么影响的 ？AI 买了啥，拿回去干啥了？AI 公司的需求和普通硬件是不一样的。AI 大语言模型的参数量非常大，占空间能达到1TB 量级。这些参数一直被放在显卡内存里，等待随时被 GPU 调用。以今天 GPU 的算力，处理这些参数其实并不困难，瓶颈反而是显卡内存，也就是显存。首先，显存得又大又快才行，足够大才能放下那么多参数，足够快才能把被调用的参数尽快送进 GPU。普通的大家电脑、手机、平板里用的 DDR 内存既不够快也不够大，只有另一种更高级的内存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满足训练所需要的又大又快。所以其实这些 AI 大公司采购的并不是 DDR 内存，而是 HBM。只不过 HBM 和 DDR 都是从晶圆材料上切下来的， DDR 用的是切下来就能用的平面颗粒，而 HBM 是切下来以后还要好多层颗粒叠起来，打上千个小孔，让信号纵向传输。这个过程非常消耗产能。同样是 1GB， 生产 HBM 内存消耗的产能是 DDR 的3到4倍，再加上 HBM 良品率低，非常浪费晶圆，总共算下来，每多生产1个 HBM， 可能少生产几十个 DDR 内存。但是 HBM 的买家比 DDR 阔绰多了，有钱不赚王八蛋，加起来超过全世界 DRAM 总产量90%的内存御三家，三星、SK 海力士和美光全都转向优先满足 AI 大客户们的 HBM 订单，甚至2025年12月，美光干脆直接宣布退出个人消费级内存市场，全部产能转向 AI，HBM 占比进一步上升，保留的企业级 DDR 占比也下降了。中国的长芯存储渐渐追赶，但仅8%的占比是无力扭转整个局面的。内存条的品牌有很多，但是都不生产内存条的原材料。DRAM 总产能有限，都拿去做 HBM 了，做 DDR 内存的人就少了。市场对 DDR 内存的需求又没有下降，供需一倾斜，涨价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。同样的事情在存储这边，其实又发生了一遍。AI 的运行和训练不只需要内存来装参数，训练和推理过程中还会不断产生和吞吐海量的数据，这些都需要存储。不仅如此，更倒霉的是，它还刚好
好碰上了存储厂商的减产。刚刚我们说到的几家存储巨头，曾经因为误判趋势，搞了一轮盲目扩产，然后很快被市场啪啪打脸，于是存储的价格就一路下跌，这几家厂商也都亏怕了，于是就开始着手减产。结果我们都知道，2025年 AI 崛起，突然砸来的大订单撞上刚刚削减的产能，缺口变得更大，涨价也就更猛了。那这么凶猛的涨价，是不是拿出古法秘诀做等等党就可以了？既然存储和内存的涨价是产能和供给问题，那是不是只要扩大产能就行了，价格就会逐渐回落？难啊！这回等等党可能真的是要大溃败了，不是可能啊！内存虽然不像 CPU 啊 GPU 是人类科技的工程奇迹，但它的门槛依然是很高的，需要非常多的重资产投入。一个厂几十亿美元，厂商会很谨慎，因为他们都曾经吃过了过度投产的亏了。而且就算要扩一个内存厂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，从选址、产线、测试、良品率攀升，至少需要18个月，实际上可能要3到5年。就算是扩出来了，谁说这个扩出来的产就是用来服务消费者的了？ AI 公司的需求增长比内存扩产还要快，不仅你现在的鱼塘全都被我包了，你未来几年新增的鱼塘我也全要包。2025年10月 ，OpenAI CEO Sam Altman 来到韩国，跟内存厂们签署了很多的协议，其中一项就是把内存原材料晶圆的产能提升到每个月90万张，以供 OpenAI 未来的需求。一张晶圆能切下来上千颗颗粒，再粗略换算成大家电脑用的内存条的话，一个月90万张晶圆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生产至少1亿根16GB 内存条，这还只是 OpenAI 一家呢。而且服务过像饕餮一样需求无限、预算也无限的客户，他们要不要回来再做消费市场，肯定是得犹豫的。对于这个涨价周期，新华社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：存储行业有望进入比以往更长的结构性高景气阶段。对内存厂商景气，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钱包爆炸呀。当然，这也不全是坏消息。就在前几天 ，SK 海力士透露，他们有计划逐步增加供给个人玩家用的 DRAM 产能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长鑫存储也在一步步克服美国管制带来的技术瓶颈，慢慢增加产能。虽然 AI 这个大潮流来了，估计就不会走了，但是随着产能慢慢补上来，按照主流的估算，预计这个涨价到了28年是有机会开始慢慢放缓的。等到2029年，存储的价格就有可能会回到正常水平了。那么最后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？发表一个不成熟的小思考吧。AI 所带来的震荡，在 AI 革命本身到来之前，就已经让每一个人感同身受。科技发展和惠及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，或许是我们未来很久都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吧。我目前的课题就是要搞清楚 HomePod mini 到底有多少内存，能有资格涨价30刀。